念佛多年的你，是否觉得称佛名一定是用念出来的吗？我们身体健康、中气十足的时候，念佛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们老了、病到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剩下耳朵还能听，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仗着听佛号的功德往生极乐世界吗？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祖师大德都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要直持名号，称念佛名好像重点都在这个念字上但是很少人强调听佛也能成嘛。我们也听过当代的净土宗大德，像是慧净上人、道成法师和净本法师，都跟我们分享过很多听佛名就获得利益的真实案例。听佛号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德吗？大到可以让我们在最虚弱的时候变成我们的救命稻草吗？今天就让老 K 带大家来进行一场深度之旅，一起回去翻翻经典看看祖师们的论述，甚至回到世尊当年说法的场景里来找找看有哪些蛛丝马迹早就告诉我们光是听佛名也能够往生。念佛人老 K 要谈一个法门能不能成不能光靠老 K 一张嘴说了算嘛。我们最硬的后台当然是经典。我们先来看看世尊当年在经典里是怎么说的。我想有念过地藏经的朋友对下面这段经文肯定不陌生才对。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无量劫前，有佛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听闻此佛名号，心中暂时升起恭敬，即可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你们看看关键字出来了，听闻此佛名号不是念光是听到名号升起恭敬心就能灭掉40劫生死重罪你们说这个功德大不大？地藏菩萨在经中列举了10几尊佛的利益功德以后，并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无论是天人、男人或是女人，哪怕你只能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无量无边更何况是听得多、念得多呢？众生在出生或是临终的时候因为听闻到佛名，自然就会得到大利益不会堕入恶道。甚至如果你的家里有人病危他的家人里面只要肯为他大声念一声佛的名号，这个临终的人除了最重的无间罪之外，其他的业报都能消灭。就算是这个最重的无间罪靠着这个别人为他念佛的力量，也能够渐渐消除你们看看这不是在说病重的人他自己念不出来，靠听别人念他也可以得救讲完地藏经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净土中的核心经典。在无量寿经里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怎么说的？凡有众生闻其名号，生信心欢喜，甚至仅一念请至心回向，愿生极乐国者，皆得往生彼国，永驻不退转。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超熟悉？闻其名号，又是这个文字。佛说的是你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你打从心里生出哇，太好了，我愿意去这样的信心和欢喜心，哪怕只有这么一念发愿要去就能去得成再来，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下品下生的故事。《观无量寿佛经》故事的主角是造了忤逆十恶的大坏蛋甚至这个一生没有干过一件像样的好事这个临终的时候地狱景象都现前了嘛，痛苦到不行经文里面说不谎念佛意思就是说痛苦到自己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念佛嘛。这个时候善知识出现我跟他说老兄你现在无法意念佛也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念，我们来称无量寿佛的名号。这个人就这样在别人的引导之下，拼尽全力跟着别人念了10声南无阿弥陀佛。就算是这个临终10念而已这个念念之中也是灭除80亿劫生死重罪。经文上说他眼前突然出现一朵金莲花，一念之间就坐上金莲花，
往生极乐世界啊！大家想想啊，这个故事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听闻善知识的劝导，他自己已经失去念佛的能力和心力了嘛，只是靠着听来的指令啊，就是别人念出来的佛，他跟着念而已，完成了最后十声的称名。这也证明了在最危急的关口啊，听啊是多么重要的第一步。最后我们来看看《阿弥陀经》世尊在经中3番2次非常殷勤的劝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经文上说若有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1日至7日，临命终时佛与圣众现前接引，即得往生。这里的重点是执持名号，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闻说阿弥陀佛嘛，你得先听说有这一尊佛嘛，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才谈得上后续的相信和称念，对吧？所以你看无论是地藏经讲的现世大利益还是我们净土三经讲的往生保证，都确立了听佛号这件事在佛法中有消罪、生善、增福、往生等等的真实不虚的功德。好既然经典都这么说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听的力量也能这么大？老 K 就在想这个闻佛名和称佛名在我们这个时代关联性到底在哪？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听闻这2个字字面意思很简单嘛，就是用耳朵去听用耳朵去关注的意思但是这个用耳朵来听在我们娑婆世界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佛经里面有讲嘛，我们娑婆世界里的众生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里面就属我们这个耳根最锐利最管用。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你用眼睛看书看了一大段，你想把它记下来有些人记忆力好过目不忘那很厉害嘛。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用眼睛去理解去记忆其实是个挺复杂的过程。怎么说呢？你看着文字眼睛先把这些符号传给大脑，大脑于是解码成为一个概念，然后你再把这个概念试着融入自己的思想，最后你还要用自己的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路径其实很长的，中间很容易失真我这边举个例子好了，你可能在看书看到一句话，你念起来总觉得卡卡的不顺口，最后你干脆放弃原文用自己的话把它总结一遍心里想哎呀，反正意思差不多就这么带过。但是这个听就不一样，当一个声音一个音波组成的讯息透过我们这个耳朵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意识里面，那个感觉好像有一股力量它并不是经过大脑的逻辑分析区而是直接入心直接钻进你的心坎里，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老 K 在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视障的同学，他上课没办法看黑板也没有办法做笔记，就是靠一对耳朵专心听老师讲课。当然他有录音笔我们都抄笔记嘛。他上课就是靠耳朵，然后老师都准许他每堂课录音回家复习嘛。但是老 K 印象非常深刻他的记忆力简直是惊人几乎是听过一遍就永远不会忘。我不知道他回家有没有反复听但是每次考试前我们这群好手好脚的人就到处去借笔记临时抱佛脚但是他老兄完全不用就靠他那一双顺风耳听过的东西都记得死死的。老 K 忘记他们视障生是怎么考试的，不知道是用点字还是口试忘记了。但是每次考完他都是一脸轻松等着家长来接他回家。久而久之我们都帮他取外号因为他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一个狠角色再难的考试我们全军覆没的时候他都能考得很好。别忘了那个时候我们可是大学生不是高中资优班所以有的人叫他盲剑客，有的人叫他顺风耳，因为他真的是过耳不忘当然没有蔑视他了都是敬称而已那个时候还记得考试成绩出来前3名的榜单一定有他你看我们这些人大学真的是有你玩4年嘛每天都出去玩嘛
但是他没办法出去玩就这样认认真真的听了4年，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把老师的知识吸得彻彻底底。当然当时老 K 还没有信佛嘛，所以老 K 那个时候当然不知道什么观音法门的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也不懂什么叫做耳根圆通嘛。但是从他的身上老 K 体会到当你只用耳朵来吸收讯息的时候，这个反而排除其他5根的干扰有时候我们的6根会打架这个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可能传达给大脑是不同的讯息嘛，这样有时候会导致大脑混乱嘛。但是当我们专注一根，特别是我们最利的耳根的时候这个讯息的穿透力就会非常强大就像我们去夜市里打这个空气枪嘛，闭上一只眼睛瞄准会比张开双眼好瞄的意思一样所以这个佛号的声音透过我们的耳根直接灌入我们的第8意识阿赖耶识的仓库里面，那个力量绝对是不可思议的。看完了老 K 的故事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和现代有哪一些真实的案例是验证听佛号的巨大功德。以下老 K 就分享3个真实案例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的江苏无锡，主角是一位居士，他的专长是做素斋手艺非常好所以他常常被请去各地的佛七法会中担任大厨。大家知道嘛，那打佛七那个佛号声是日夜不间断。这位厨师大哥因为工作的关系，虽然自己没有在殿上跟大家一起念佛，但是他在厨房里炒菜切菜的时候那个佛号声就从大殿里面飘过来，所以他一天到晚都在听佛号。而且他本人不是专修净土，平常他也没有自己念就这样无心插柳的听着而已后来他的儿子得了重病，眼看着就快不行了。临终前他的儿子就跟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儿子对他说爸，我就要死了，但是我的前途一片黑暗，只要你把你的佛号送给我我就能够有好去处。这父亲一听就懵了，就对儿子说傻孩子我自己又不念佛，我哪来的佛号可以给你但是他的儿子非常坚持对爸爸说有，你那里的佛多得很，只要你点头答应我就能够去好地方。父亲没办法，看孩子这么痛苦只好顺口答应好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去吧神奇的是他这句话才刚说完，儿子当下就脸上露出了微笑安详的断气了。事后这位父亲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高人指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常年在念佛道场工作，天天无心听别人念佛这个声音早就帮助他在八识田中种满了善根，累积了不可思议的功德。儿子在临终的时候感应到这股力量，并借助父亲的功德安然往生这个故事其实是近代高僧印光大师亲口讲述的，记载在文钞中的公案。印光大师并且强调佛号听久了也是有大功德你们看连无心听都有这么大的利益何况是我们有心听呢？接下来第2个故事是个现代的案例发生在2009年湖北的宜昌，主角是魏中庭老先生当年74岁。这位老先生非常善良但是个性非常急躁刚强。他晚年得了这个骨髓癌病情恶化之后高烧不退，疼痛难忍好几次都绝望到想要跳楼自杀。他的邻居是一位学佛的胡居士，看到老先生这么痛苦很想劝他念佛但是又碍于他脾气暴躁不敢直接说。后来在邻居的提醒之下，魏老先生的妻子李居士就每天在丈夫的床边轻声的念阿弥陀佛魏老先生他人虽然很倔强说什么都不肯跟着念，但是还好他也不反对妻子念，这就等于是每天默默的听妻子念佛就这样听了几个月
有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天是12月26号魏老先生突然很平静地告诉妻子我还有3天就要走了，而且是下午走。他妻子当时还没有当真但是3天之后12月29号当天的下午这个魏老先生脸上突然出现痛苦的表情，呼吸也变得急促但是意识还是清楚的。妻子那个时候才想起先生3天前的预言所以吓了一跳，赶紧在这个床边大声的喊阿弥陀佛快来接魏中庭就在那天下午4点半左右，当天的天色还已经暗下来了，但是李居士在现场很清楚的看到红黄色的强烈光芒穿过窗户照进病房里面。她当下赶快再回头看看丈夫只见她的丈夫表情非常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停止了呼吸。更神奇的还在后头这个往生3-4个小时以后，家人当下为他擦拭身体换洗衣服，当下的身体柔软的像还活着一样，面色红润安详。这些其实都是念佛往生才会出现的瑞相。这个魏老先生留给妻子最后的遗言是：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跟胡居士他们一起好好的念佛。这件事让本来半信半疑的妻子深受触动，后来也正式皈依精进念佛这个案例是魏老先生的遗孀也就是李居士亲口讲述，被记录在《念佛感应录》里面，有明确的人物、时间和地点他告诉我们即使当事人不肯自己念，只要他的耳边常常听到佛号声，临终的时候还是能蒙佛接引预知时至，安详往生你们看看从头到尾这位魏老先生几乎没有念佛就是不情愿的听着佛号而已就这样子舍报的时候，阿弥陀佛还是来接他老 K 看到这边怎么觉得你们 K 嫂应该有救了？来，我们来看看第3个故事第3个故事也是发生在近代是1995年的台湾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病得很重，而且因为病痛折磨整整7天7夜没办法睡觉，精神都快崩溃了。有一天，一位法师来医院探病，知道她的情况以后法师就建议她你试试看静静的听阿弥陀佛的佛号也许可以帮助你的睡眠。说着法师就给她一台念佛机和一对耳机。这位女病人当下还半信半疑但是当晚她就戴上耳机专心听念佛声。结果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她竟然就这样沉沉的睡着，而且一睡就是好几个小时这可是她7天来第一次安睡。第2天法师再来看她，发现她简直是判若两人，精神饱满，脸上还带着笑容他非常激动的跟法师说我把耳机塞在耳朵里听着佛号声，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精神特别好病好像都好了大半。后来他养成了这个每天都戴着耳机听佛号入睡的习惯。因为休息好了，病情好转，没有几天他就康复出院。你们看这都比打针吃药更灵就是用听的这个病就治好了。这个故事同样记载在《念佛感应录》里面，是由慧净上人整理发表，这也是上人亲自的经历，是上人亲自看到过的你们看看这个例子听佛号不仅能够利益临终还能利益当下。在我们身心痛苦焦虑不安的时候佛号的声音就可以安定我们的身心，减轻我们的病苦。听了那么多故事我们心里可能还有个疑问，这背后的佛理基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听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这就要讲到净土法门最核心最殊胜的地方就是他力救度。其实历代的净土宗祖师们早就帮我们把这些道理阐释得明明白白的。首先被称为8宗共主的龙树菩萨，
他是最早提出难行道和易行道的概念。他说啊，修行就像走路，靠自己啊一步一步走向目的地啊，那个叫难行道，很辛苦啊，很容易半途而废啊。但是啊，如果你能坐上船，顺风顺水的到达彼岸，这就叫易行道啊。什么是易行道呢？龙树菩萨说啊，若人欲极致，不退转意者，应以恭敬心直持称名号。意思就是说啊，你想快速成就啊，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恭敬的称念佛的名号，而念佛法门啊，就是能够带我们安稳度过这个生死大海的大愿船。到了北魏的昙鸾大师啊，他更是大力弘扬他力本愿的思想。他解释到啊，阿弥陀佛在第18愿里面发过誓，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昙鸾大师说啊，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代表这个愿啊已经圆满成就了。所以啊，只要我们相信啊，愿意去啊，乃至只念10声佛号，一定能蒙佛的愿力接引啊，往生极乐。我们的往生啊，绝不是靠我们自己念佛的功夫，而是完全仰仗啊阿弥陀佛早已完成的救度大愿。而集大成的善导大师说我们念的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不是一句普通的名字啊，而是万德洪名啊。阿弥陀佛当年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所累积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全部浓缩在这一句6字洪名里面。所以啊，这一句佛号啊，本身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本体，它是功德的结晶。当我们称念佛名的时候啊，就像是把一颗功德宝珠啊含在嘴里；而当我们听佛号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一颗功德宝珠的光芒啊摄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无论是念还是听啊，我们都直接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啊产生连结，都在接受佛力的加持啊。所以啊，我们现在知道啊，为什么光听佛号也有效？这个根本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功德啊，在佛号里面啊，不在我们的嘴巴里面。阿弥陀佛的救度啊，是主动、是平等的，而且是无条件啊。这就好像太阳升起来啊，不管你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啊，太阳都会照在你身上。同样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法音啊，不管你是念出来还是听进去啊，佛的慈悲愿力啊，都已经在加持你、摄受你。了解这个他力的原理，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的大德们是怎么教我们在生活中实践听佛号。我们以前常听过老法师就极力提倡大家在家里播放念佛机。老法师常开示说现代科技发达，有念佛机这个法宝等于是把传统的念佛堂请到家里来了，让佛号24小时不中断，利益非常大。首先对我们自己而言时时刻刻我们都处在有佛号的环境中能够提醒我们自己随时提起正念。更重要的是这个佛号声还可以利益我们看不到的众生。如果家里24小时播放佛号周围的孤魂野鬼乃至我们的冤亲债主都可以听得到，他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听经闻法，离苦得乐。这是自利利他、功德无量的做法。而当代大力弘扬善导大师思想的慧净上人，对听佛号的开示就更加深入了。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失眠7天女病人的故事就是上人亲身经历的。上人根据这个案例总结说单单听佛号的声音就可以解除身心的痛苦从佛法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我们用嘴巴念佛的时候声音其实是从心里发出来。我们每念一声佛就在我们的第8意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种下一个清净的种子。而我们用耳朵听佛号的时候同样也是把清净的种子种植到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最终都归于心识，所以无论是念还是听都可以把佛号的功德
带入我们的心灵深处，上人并且开示到啊，假有的业力再多，也不及真实法力一点点。我们无量劫以来的罪业烦恼都是虚妄，而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啊，是真实不虚的佛力。当这个真实的功德啊，透过声音啊，进入我们的内心时，那些虚妄的业障啊，自然就会被转化消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一位无锡的厨师啊，只是听了几天的佛号啊，就能累积这么大的功德，甚至能够帮助儿子往生，因为他当下听了每一声的佛号啊，都存进他的阿赖耶识的仓库里面，变成了他自己的功德啊。听到这边啊，你可能会想老 K 照你这么说那功德都在佛号里啊，那我躺平用听的就好了，干嘛还要念呢？干嘛还要信问得好啊，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其实这个领取功德的过程可以分成2种模式，我把它叫做平稳巡航模式和紧急迫降模式。第一种是给我们大多人的平稳巡航模式，这个模式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有缘嘛，听闻到阿弥陀佛的故事，听到他在因地是怎么发愿的，怎么修行的，我又听到他成佛了以后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可以救度众生嘛。听了之后我们的心里被打动产生的信心，哇，原来有这么好的佛，有这么棒的净土有了信自然就生出了愿，我好想去，我愿意去。当你走完这个闻信愿的流程以后你的心中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状态，叫做意念。什么是意念说白了就是你的心里头时时刻刻都惦记着阿弥陀佛，你会想到他的慈悲想到他的无条件救度，所以你自然就会想去亲近他，称念他的名号。这就是为我们这些平时身体还好，还有时间修行的人准备了最稳妥、最安全的往生之路。那第2种就是紧急迫降模式，这就是给这个观经下品下生的人准备的你想想看嘛，他一生造恶临终地狱相都现前了，死苦交加，整个大脑都宕机了嘛，当下哪有时间去听闻、去理解、去建立信心根本来不及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称名身边这位善知识也就是引导他的这个人，等于是跳过所有的理论课直接对着他大喊你快别想了，跟着我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你唯一的活路这就像是飞机快坠毁了，赶快按下紧急弹射的拉杆，是在呼求阿弥陀佛立刻出手急救他。老 K 请教过跟我比较要好的法师法师针对这一点提醒过我。法师说这个模式其实有点危险你想想看嘛，紧急迫降有几次是成功的？他之所以会成功完全是靠佛的愿力实在太强大了，硬是把这个必死之人从鬼门关前拉回来而且这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你身边必须要有一个善知识出声引导你。要是当下没有人教他念他连当下念佛的这条路都不知道，就算想求救喊都喊不出来嘛那就真的没救了嘛。所以善导大师依据这段经文来判断，称名是第一殊胜，因为他可以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展现佛力强大的救度力量。像你们今天可以安安稳稳坐在这里看老 K 的影片其实都是属于平稳巡航模式的人所以那份透过听闻建立起来的意念，打从心里相信佛、惦记佛的那颗心是绝对不可以少。千万不要想着反正临终有紧急模式可以用然后就平常放逸懈怠。平时我们把这个意念的功夫做足了，把信愿的基础打牢了，临终时那句佛号才能念得安稳，听得踏实。好，聊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一趟听佛号的深度之旅也接近尾声了。
我们就来做个总结。第一啊，经典有据，无论是《地藏经》、《无量寿经》还是《观经》，世尊都亲口证明啊，闻佛名号能够得到大利益，能灭罪，亦能往生，这是我们最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原理清晰。听佛号啊，之所以有巨大功德，核心在于他力救度。功德啊，在名号本身啊，不在我们凡夫的功夫上。阿弥陀佛将所有的功德都放在名号里，就是让一切众生啊，无论是念还是听，都能平等的获得救度。第三，案例佐证，从民国初期的大厨，到现代的倔强老人和失眠女子，无数的真人真事啊，都在告诉我们，听佛号的感应不可思议，既能利益当下安顿身心，也能利益临终助成往生。第四啊，实践简单。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有念佛机，有手机 APP， 要让自己24小时啊沉浸在佛号声中啊，实在太容易了吧。所以老 K 啊，在这边恳切的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身体健康的念佛人，除了我们自己出生念佛以外啊，不妨也让家中的佛号不断。这不仅是提醒自己啊，也为了家人啊，为了周遭这些有缘无缘的无形众生，种下得度的善根。好，如果你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啊，或者是生病的亲人，他们可能没有力气念啊，甚至没有意愿念啊，没关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他身边啊，打开念佛机，用最低的音量啊，让这个佛号声若有若无的存在着。你甚至不用去劝说啊，也不用去辩论，只要让他们的耳根啊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句万德洪名，功德的种子啊就已经种下了。如果你自己正处于病痛、烦恼、失眠的困境中，身心俱疲啊，念不出佛来啊，那也没关系啊。我们戴上耳机啊，静静的躺着，把身心完全交给佛号，让这句慈悲的佛号啊来安抚你、疗愈你。无量寿经说：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致不退转。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听他的名号而发起愿生之心。只要我们信受不疑，愿意乘上弥陀的这艘大愿船，就绝对不会漏掉任何一位众生。念佛固然功德宏深啊，听佛也同沾法益。在我们有力气念佛的时候，就要自念，教他念。在我们没有力气念佛的时候啊，我们也要相信啊，光是静静的聆听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就从未离开过我们。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南无阿弥陀佛。